你好，期待你读我的信，用你聪明的脑瓜帮我答疑解惑。我今年32，工作稳定，离异3年，没有小孩。我是在一个县城工作，爸妈给我买的全款的车房，没有生活压力，自己挣钱自己花。平时喜欢旅游和朋友出去玩。我的工作和感情是最近困扰我的2个点。第一，我非常讨厌现在的工作内容，压力大，且收入也一般，看不到未来的个人发展。我在这个行业待了快10年，但是都没有做出什么成绩。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份工作，但是其他人又劝我，觉得这个工作稳定，10年以后退休工资也很可观，在外人看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但是我自己时常深感痛苦焦虑，想换行业换工作非常困难。想听听蛋总建议我应该怎么办？如果要换行业，我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考虑？不知道你现在是啥行业呀？不是朋友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啥行业，我这咋帮你参谋？第二是我的感情，我离异2年多了，我前夫因为冲动离婚，这2年也认识了其他异性，但是都没有合适的，一直单着，我前夫也一直单着，并且我们离婚以来，节假日、生日他都会给我送礼物，最近也要想跟我复合的想法。但是呢，我前2个月交往了一个男朋友，他是我的同事，我们因为一次意外也发生了吃了牛脆脆，他跟我差不多，也是同时结婚又离婚。不过呢，他很快又再婚了，因为他老婆怀孕了。但是他跟他老婆感情破裂，只是因为孩子没有离婚，也写了婚内协议。他老婆也知道我的存在。我现在就是和这个同事在一起，也是属于见不得光的感情吧。小县城大家多多少少都认识，所以其实这段感情我觉得不会长久。但是目前我们又是很喜欢彼此，父母有时候也催我，年纪不小了，也该稳定了。如果真的要再婚，我也许更倾向于跟前夫复合，毕竟还是有感情。不过真的好难啊！求求蛋总给我建议，离开你们这个县城一段时间吧。我的建议，无论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感情，姐妹儿，离开这个快乐的城市一段时间吧。这个城市让你太快乐了，这个城市让你应有尽有，同时让你一无所有。这个城市让你欲取欲求，同时让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路在何方。离开这段城市一段时间，好不好？你这样啊，咱们离开呢，一种是出去玩，但是我让你出去玩呢，你看你事业心也蛮重的，让你出去玩你也玩不踏实，你别出去玩啊！我也不知道你啥行业的，你出去考察，第一，去其他城市。大一点的城市，你这个行业发达一点的城市，考察你这个行业。第二，你10年总有人脉的嘛，是吧？让人介绍介绍，是吧？第一，考察一个，你工作了10年肯定有人脉。第一，考察一下你这个行业，出去考察一下。第二呢，考察一些你觉得跟你这个行业有关系的上下游的、甲方乙方的，考察一圈。考察不是说人家接待给你拉横幅，是吧？拿个搪瓷缸子让你喝，管你叫领导，不是啊。你就到一个城市，让你这10年积攒的人脉，谁还没有几个大学同学了？就坐下一顿吃顿饭，就也叫考察，别想的那么那什么，也叫考察，就是自己去学习学习，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其他人是什么状态，是不是说干了10年都是这样？哎，是不是有的人干得很好，去见见这些人？哎，是不是换一个行业，其他行业你向往的行业，跟你合作的上下游的行业，你觉得你转行能转得过去的行业，你认识一下这些人，别认识你们县城这些人了，不够了，你肯定都该问的也问过了。你这10年来，你的人脉、你的客户，你就反正嘛，上下游你怎么接触过的，你就脸皮厚一点，说，哎，我去你那个城市待一段时间，你能不能约一下这方面的人，我请大家吃顿饭？哎，我确实最近挺焦虑，我想看看那个这些朋友们都干啥，也没啥目的，就是看看人家的生活状态，看看人家干那个行会怎么样。你见识见识，先真的理解一下、了解一下他们都在干啥。我说明白了吗？我很认真啊，你们有这种职业困扰的，这也是可以参考的啊，这是可以参考的。与此同时，你就把你那个同事和你那个前夫啊，暂时可能你就忘了。你如果真的出去，眼界一开，你就忘了，出去转转，出去转也不是说非旅游，出去见见人，见见这各行各业的人，做的成功的也好，失败的也好，你看看大家都是什么状态，几岁，32岁是吧？你就见见比你年轻的、比你老的都什么状态，你看看你还能不能改个行，甚至换个城市生活。一切都还来得及啊，32岁还很年轻，但是你先见一见，不要在你的这个快乐的城市里想了，你在这个城市过得太快乐了，你在你这个快乐的城市想啊，你想到52岁你还这样，52岁你还得问我，说我前夫还想跟我复婚，我还没跟他复婚，我现在又交往了一个新的谁谁谁又怎么样，赶紧离开一段时间吧，眼镜没坏，就是造型啊，请假，节假日，你想出去时间挤不出来吗？你周末不也是趴床上玩手机吗？你就一个周末到隔壁稍微大点的城市见一个人，见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，
见一个你觉得生活状态好的人，你看看人家是什么生活状态，跟人家吃顿饭，喝一杯茶，腾不出来吗？这时间啊，是吧？周末要见同事，你要改变，你就得脸皮厚一点，辛苦一点。会不会吃闭门羹？会，我都不想重复这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了，这有必要说吗？这常识也知道，你肯定会被人拒绝，肯定没有那么顺利，肯定要挤出时间，这就是你要克服的困难。你想要过上一个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不想沉溺在这种快乐的痛苦里，那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呀，哪有那么多好事啊？给你本武林秘籍一练，说过去10年都是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我该怎么办？李诞突然塞给我一本武林秘籍，夸夸一练，说哎，我这回好了，怎么可能呢？想要改变，就是要踏踏实实一点一滴的做起。承诺你一个武林秘籍8888一门课的，你喜欢那些你可以去啊，那市面上多的是，什么课，一听从此以后就好了，你听那些去，就不用在我们小卖部，对吧？肯定是要付出很多的，那都10年了，沉没成本也挺大的了。但于此呢，这10年也是个资源啊，你可以理解为你改变的。你一方面呢，你干了10年不喜欢的工作，你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这10年是什么所谓的浪费了时间，是沉没的成本。但你换个角度想，这10年也可以是你再出发的燃料台阶。你这10年里，你难道没有点社会关系吗？就这些人，你问一问，打听打听，了解了解，多接触接触。真的想改变的话，一定是可以的，一定是可以的。然而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只是说说而已，大家都等雷劈啊！大家都是说，哎，我想过上一个不同的生活，不一样的生活。这个幸福的雷什么时候劈我呢？怎么还不劈我呀？到底什么时候劈我呀？还不劈我？哎呀，明天又要去做我不喜欢的工作喽，又干了2天，又累得不行，躺床上说，哎，这雷什么时候劈我呀？你们看那个契诃夫的。看那个契诃夫的剧本，大部分人就是这样的。大契诃夫的那个里面的人物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，过着特别痛苦，自己不，其实外人看起来也行啊，也挺幸福，就是自己受不了那种生活，但是他就也不会主动干嘛，就是在一个荒废的庄园里。契诃夫写这种人物心理写的特别好，我也不是说谁，我也会这样，很多人都这样，我大部分，我就说大部分人，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，我也会这样。但契诃夫捕捉这种人物心理，捕捉的太好了。就是嘴上说着不行，我一天都受不了，我要改变，我不能再过这样的日子，然后就坐在那个庄园里，他总是写一个那种颓废颓败的曾经辉煌的那种庄园，坐在那，大概台词就是喂，什么时候批我呢？契诃夫他什么樱桃园、万年舅舅、三姊妹写的都是这个，写的特别好，这大部分人都这样，我是吧？为什么我能感同身受？我也会这样，大部分人都这样。你受不了，但人生总会有那个受不了的时候，受不了的时候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会去改变的，就是要付出一些的。锅巴，对，只有牛排味。张贝贝别看了，张贝贝别看了。契诃夫没看过的话，强烈推荐啊，不会没看过的。大家这个小时候上学，契诃夫肯定是入选我们语文教材的，但真的推荐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万年舅舅写的太好，欢迎大家啊！看见李诞就感觉平和些了，不知道为啥。咱俩有缘，我的荣幸啊，平和点挺好，我的荣幸。刚刚这朋友，我方法已经说的很详细了，我相信你也听得懂了。你现在就缺一个勇气。至于你跟你前夫啊，还是跟你这个吃过牛脆脆的同事，你们仨这个感情啊，不是很重要。你先把自己的事业调一调，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调一调，调好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该跟谁在一起了。你可千万别觉得。我怀疑你现在的心理是啥呢，姐妹儿？你一方面嘛觉得事业改变又累又不想改变又痛苦，但又没有安全感，觉得要有一个依靠，自己靠不住了嘛，又想往前夫身上靠，你大概就是这么个状态。我劝你还是先试试，能靠自己最好，能靠自己，然后再走入亲密关系的时候会比较健康。如果是想着依靠对方的话，走入亲密关系是会挺被动的，挺痛苦的，是吧？靠山山倒啊！你别着急，非要往这个亲密关系给走。我感觉你就是缺乏安全感，想找个依靠，这容易给自己整得更难受。你自己变得可靠以后，你再走入一段亲密关系，你也更游刃有余一些，更快乐，是吧？结个婚，生个孩子，也挺高兴的，是不是？现在先别。但我今年大3，这学期遇到一个我特别心动的女同学，她是南方人，但是性格特别爽朗。这位大3的同学，这位大3的男生。站起来！刚刚这个作文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位大3的男生，老师给你挑毛病啊，给你上一个人生不是人生啊，社会行走社会一个重要的一课啊，不光是语文啊。站起来！刚刚这句话
你自己念一遍。老师，我什么？你自己念一遍。蛋老师，我今年大3，这学期遇到我一个特别心疼的女同学，特别心动。她是南方人，但是性格特别爽朗。但什么事？但什么？中间那个转折词你用的什么？但是应该用但是吗？啊？为什么南方人性格爽朗中间要加一个但是？为什么？这位大3的男生，是谁告诉你的？从哪来的这样奇怪的刻板印象？以后行走社会不能这么聊天啊，容易挨揍啊，容易被这个性格爽朗的南方人揍啊。好吧，你这封信感情的问题我不一定能帮你解决，这个你真往心里去啊，小伙是吧？咱们出来上学，出来经历，出来见世界，闯社会，混生活，就是要开眼界啊，把你从小到大那些刻板印象破一破。南方人性格爽朗的多的是，到处都是。我本来拿他当哥们儿处，但是在接触的过程中，慢慢的就被他那种直爽阳光的性格所吸引了。我特别纠结的事儿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女孩有对象。说是我特别纠结的事儿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女孩啊，她有对象。你这个遣词造句真是蛮幽默的，小伙子。他对象是他高中时的学长，性格也爽朗吗？而且还是他的初恋，谈了快3年了。然后她男朋友呢，谈过好几个，这好几个当中最长的是几个月。我知道爱情不分先来后到，但是人得有道德底线。所以蛋总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要不就先当好朋友处吧，剩下的交给缘分。话说回来了，蛋总，初恋是不是一般都会分手？是的，这个你吃颗定心丸。这个我虽然没有做过严格的社会统计和调查，但是我拍着胸脯告诉你，初恋啊一般都会分手。东北有一位哲人说过，初恋根本就不懂爱情。还有就是蛋总，您觉得我该怎么正确对待处理我和这位女同学的关系呢？但最近又有新情况了，我再多说2句吧。据这位女孩的闺蜜说，这个女孩在恋爱中是妥协比较多的一方，而且这个女孩其实是有点想谈校园恋爱的。我现在心态已经比较平和了，就是平常心相处，外加一些小偏心，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不安的小悸动。但我到底该咋办呢？我是真爱了，我祝他俩赶紧分手吧。你就冲吧，小伙儿！我再给你上人生重要一课啊！据这位女孩的闺蜜说这个女孩妥协比较多，想谈校园恋爱。就这个信息，就这个感觉，小兄弟，她不是无缘无故的流到你的耳朵里的，小兄弟，小伙子啊！你如果跟这个女孩的闺蜜平时有这么多交流，这个女孩肯定知道你喜欢她啊，差不多吧。你再等等也行，估计等不了多久，差不多快分了。东北哲人是李泽嘛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太年轻了，你们居然连这句话都没听过。初恋他根本就不懂爱情，这句话都没听过，太年轻了。我太老了，你们太年轻了，怎么这句都不知道啊？嫁了个村长叫赵大宝，震惊了，居然问我是不是李泽，他配吗？跟我们敢跟我们东北哲人往一块比？想干什么？属于北方人的快乐啊！可能这个刚我看说广东朋友不看东北小品，这能理解。看看吧，推荐你看看，那种快乐是共通的，你看一看，那是属于全人类的快乐，你看一看，你会喜欢。如果你年纪轻轻没有看过的话，看一看，你找一个古早春晚合集那种小品合集，你看一看，那种快乐，那种幸福。我这还巴巴给人上课呢，是吧？刚刚这个大3小朋友这个事儿，我给他说清楚了吗？我说明白了吧，朋友们？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吗？你们同意我觉得他们有戏这个看法吗？我说明白了吧？说明白我读下一个吧。严重同意，欢迎，感谢。你好，蛋总，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女孩子，我26，未婚，一个城市的，不同镇的，谈了3个月，被我发现是离异带小孩的，中间2个人也很甜蜜，都有商量互相见家长，双方送过礼物、戒指、包，后面2个月也在纠缠，3月份也有生化过一次小孩。我也知道他这个情况之后也多次想分手，但他这个人也挺极端，有很多极端行为。最后一次分手是在5月底，5月底，我拉黑了全部的联系方式，但是他又让朋友联系我，让我去找他。我通知了他爸，还报了警。后面2家人在派出所闹得很不愉快，然后就闹掰了，闹到法院了。我真的蛮难过的，一段恋爱谈成这个样子，现在也解决好了。哥们儿是无处倾诉，来跟我倾诉一下，是吧？解决好了就行。我的天！读到前面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
怎么办了？现在也解决好了，最后的收尾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朋友们，这哥们儿遇到的是一个挺严重的事儿啊，这中间还有好多细节，我就不说了，我怕那个什么影响人家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遇到事情不要慌，还是有办法的，相信警察，相信法律。但我生活在内蒙古某4线城市 ENTJ 老乡，某4线城市，不会就是我家吧？我家算不算？我家是不是都算不上4线？ENTJ 现在从事建筑业相关工作，正经谈过7段恋爱，均没有什么好下场。我知道应该是我的问题，情感能力比较单薄，很少心动，一旦心动就疯狂追求，然后在一起，包括不限于约会、买花、买礼物、养女友等等。有过几段异地恋，我感觉到位后就直接跑到他的城市一起生活，但是我后面可能就不谈恋爱了，觉得谈恋爱真是有点烧钱呢。总觉得在给别人养老，还不念我的好，想在老家这边好好挣点钱生活，然后找到一个志趣相投且能力出众的正常人做老。我可能就是你之前说过的不需要爱情也可以在一起的那类人，爱情不是在一起的首要条件。一直觉得在一起超过7年不劈腿不搞婚外恋的人全凭良心，也曾经拥有过不知道是不是爱情的人，结果发现真的没法在一起后果断分手。现在偶尔会回想起初恋和之前谈过的女朋友，但是也不会去打扰他们。我在脑子里给他们建了一个博物馆，闲的没事呢就想一想，擦擦灰什么的。谁允许你建的？兄弟，把你这小博物馆给我拆了，谁允许你建？也有过特别抓马的事情发生。我前女友7谈恋爱的时候带着她闺蜜一起去上海旅行，她闺蜜在上海找了个上海大哥，2个人一间房，节省开销。本来说好的是上海大哥和我一间房，她和闺蜜一间房，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啥意思？我前女友7说了一大堆，我也没听懂。后来成了我和前女友一间房，闺蜜和上海大哥一间房。第一天9点到的上海，一直疯玩到第2天凌晨4点。她闺蜜一路上就各种吃我们2个的八卦。当时我们还没在一起哦，我说这有啥值得说的？当时还没在一起。但你知道比跟女生 CT work 更痛苦的事情吗？是担当摄影师的身份，拍不好还要被说。这后面这啥呀，哥们儿？这么长啊！我的天哪，哥们儿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这怎么突然从人生方向给我追忆往昔了呢？这往昔还这么多细节啊！凌晨4点，我终于可以睡觉。分开洗漱完之后，她闺蜜给我发消息，问我在干嘛。这仨字也是她能问的。要来我的房间找我，在干嘛也是闺蜜能问的。我问她，你当着上海大哥的面出来合适吗？她说大哥睡着了。我觉得不应该让他过来，但是挺好奇。他来了之后跟我前女友说，你出去，我要说点事儿。然后他把我前女友关在门外，手机都没拿。之后坐在床上跟我聊天，问我是不是最近行情不好，问我是不是对我前女友有非分之想。我就实话实说有点，但是想再多了解了解。他说他要保护我前女友，不能跟我这种人在一起。喝多了，这我还要详细复述吗？这不凌晨4点，这不就纯年轻人去出去玩喝多了吗？这4出没啥好回忆的，你还记这么牢？你这博物馆也没装啥值得装博物馆的东西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喝多了，年轻人演上电影了，青春偶像剧，说我要保护好，怎么能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嘞？就是这种啊，就这4出，年轻时候都有啊，知道咋回事。这后面不用看了吧，没啥特别的。年轻时候都这样，这喝多了演偶像剧嘛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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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就是回忆了一次他们一起4个人在这个上海之旅，后面就很多细节。完了，他又跟他这个前女友怎么样，他就是给我讲了一下他擦拭他这个心理小博物馆的一次擦拭啊，当面擦拭起来了。这种事儿以后还是背着点人吧，兄弟，这种事儿不要当面擦拭了，太复杂了，太复杂了，兄弟。你下次要是给我投这种趣味小故事，咱们就直接投趣味小故事，你别前面给我来一堆，我还想着怎么跟你聊聊呢。你后面突然这个画风突变，文风一转，啊，横生枝节，花开两表，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不对劲儿啊！这后面不看了，巴拉巴拉，哥们儿，你组织，你想给我讲讲你这个心理小博物馆，你就当趣事投，你不用，你要是真有痛苦，你就问我这个痛苦。你这样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聊天了，也不知道你是诚心实意的还是整我，也不知道你是真痛苦假痛苦，感觉也不咋痛苦，整我，别整我，都是内蒙的，好不好？蛋总，我和女朋友在一起9年了，是高中的时候认识的，算上认识的时间已经有10几年了。今年国庆订婚，因为双方父母在沟通彩礼的时候出现了矛盾，加之我之前对我女朋友撒了谎，撒什么谎？导致订婚场面一度很尴尬，最后双方吃完饭就各回各家了，那没多尴尬，还吃完饭。
女朋友现在和我分手了，她觉得她累了，因为中间分分合合好几次。20年第一次聊订婚，也因为沟通上的问题分开过半年。女朋友现在觉得我们是有缘无分，让我接受好聚好散。她身边的父母家人现在也都在劝她算了吧，但我觉得真的放弃了，我会很遗憾。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然后呢，只能放弃了。她的梦已经醒了，你怎么还迟迟不愿意醒来呢？只能放弃了，只能接受了，没啥好挽回。咱们换点别的读一读，换换气。蛋总，我换了一家新公司，规模很小的私企，去之前还以为可以手拿把掐呢，因为之前的公司规模比这个公司大很多，而且岗位也一样。哎呀，入职以后发现还蛮复杂的，当时是奔着钱去的。老板呢就3个，我做老板助理岗位，需要改革公司各个部门的流程。公司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生产订单流程混乱。在我之前来了好几任副总，没干多久就走了。主要问题是2个非常难搞的同事，一个业务是老板的表妹，虽然是业务，但是啥事都要插一脚。其中一个老板在公司的人肉监控器。非常反对变革，不管问他要什么资料，开口都是拒绝，没有，不知道，老板也搞不定他，希望我可以搞定他，哭哭哭。还有一个采购，他们2个天天在办公室骂人，很搞人心态，同事们对他俩又惧又怕，但也因为他们的强势会强迫所有部门配合他，所以执行力还不错，能闭环解决问题。特别是业务表妹，天天半夜也还在工作，责任心也比较强。废话，人家自己家买的。蛋总有什么小妙招可以搞定他们吗？没有，跟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结婚可能有机会啊，加入这个家可能有机会。如果不打算加入这个家，就赶紧离开这个公司，没有什么小妙招。蛋总，我正在为我的不焦虑焦虑中。嗨，我8月辞职了，现在还没有开始认真找工作，7月初就开始谋划要转行了，但是光写简历就写了2周。工作经历这么丰富吗？写简历能写2周啊？最好也投了大概3、4份吧。目前在家蹲了1周了，内心一点危机感都没有。前几天收到了最后一笔工资，我以为我该着急了吧，嘿嘿，还是没着急。前几天我觉得我要爱上你的时候还很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埋伏我呢？你这前面不是聊自己的工作吗？你这别整我呀！疯了吧？干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还有这种人啊？我跳一下，中间有一顿表白啊，中间有一段这个夸表白，我跳一下，他还是有真的问题的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，整我干什么？没事干。哎，行，哎呀，这不忍卒读啊！看看什么时候说正事。我的生存离不开焦虑，我的任务永远都是拖到不能再拖，焦虑到不行的情况下完成的。但是近年来我越来越不焦虑了，以前都是在deadline前做一点，然后睡觉，deadline当天完成。你这么细吗？你这简历能写这么久？你这人生也没啥别的这大正事儿。我一方面觉得自己的人生要完蛋了，那不至于了；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有几十万存款。再见，不想看了。你说这么大喘气儿吗？你这个信，你这封信全是急刹车、猛拐弯啊，姐们儿，咱们写一封信里头要有这么多的急转弯吗？我的脑筋也在急转弯了，你这干什么呀？这一脚刹车一脚刹车的，这晕车啊！开车最怕这种一脚一脚点刹车的人啊，这真容易吐啊！你好好给聊你的问题呗，你这一脚一脚点我干啥呀？存款几十万，你前面先说呀，全是陷阱啊！这投个信全是陷阱，我闪我。最怕这种坐车就怕这种一脚一脚点刹车的，急转弯不减速的，驾照也不知道咋考下来的。不想看了，还有10分钟发券，不看了。他其实就是没啥压力嘛，就几十万存款你先花呗，有啥压力呀？后面就是各种觉得自己哎呀，就是觉得自己这肯定能力挺强的吧，能是吧？年纪轻轻攒这么多钱，肯定能力挺强的。然后一方面就是那点磨叽，又上进也难，平庸也难，就是躺又躺不平，卷也卷不动。说白了就是怎么会有人干什么都不得劲儿，然后又什么哎呀，我的人生也太无聊了吧，什么，哎，你就这样吧，跟你的无聊好好相处下去吧。辞职快2个月了，一点找新工作的念头都没有，也不想去旅游，什么都不想做，每天就是躺着。你把你那个几十万啊，姐妹儿啊，如果咱们那个就是说，是不是啊？那种让人很不好意思的话都说了，那几十万。买点牛脆脆啊，钱花一花，把钱花一花就该焦虑了。买个10万的牛脆脆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历史上牛脆脆最大订单，看看能多少。买点牛脆脆吧，我看看你是这虚情假意的一天跟我。买点牛脆脆，我看是真的假的，肯定不退款啊。把牛脆脆买完之后呢，家里以后就没有几十万存款了，只有你，还有好几万箱牛脆脆。哇，在家里都没有什么空间了，只有你喝牛脆脆的时候，我想你应该就会焦虑了。啊，我想你就应该想出去找个工作。欢迎西瓜不甜的，欢迎。别老整这一出息，你嘴上说一说，牛脆脆啊，
做上个牛脆脆的经销商，对吧？也可以，这不也算找着工作了吗？找着新工作，爱上李诞，你无需自卑。对，就是的，你买点牛脆脆，大大方方的，充满自信的猛吃牛脆脆，怎么样？快去吧，赶紧啊！但我和前女友在一起2年了，前段时间因为一件小事引爆了前女友积压的不满，我们分手了。回头复盘时，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大男子主义，在很多方面没有给他想要的，而是给了我觉得他想要的，还会用情绪去迫使他做一些偏向我的选择。现在很后悔，很自责。再深层去想，我是在既往的亲密关系中积累的臭毛病根本没有解决。这次遇到了足够包容的人，所以痛到让我开始认真反思忏悔。我回头看时，也能想象到他在面对我时积压的痛苦。他已经有了新的选择，并且生活得很开心。但我很确定，我爱的是他，而不是一个执念。我不想错过他，我想在他这一段感情在结束之后，再尝试带着全新的我，对爱人真正尊重和聆听，再去试试看。您怎么看？我支持你，我还能怎么看？我支持你，支持你。其实想道歉，哥们儿，与其说呢，你非要等到他分手，然后再去追求他，不如这样，你们俩也在一起2年了，除了是恋人，也是朋友吧。你如果真的忏悔，真的觉得自己做的不好，你就以曾经在一起那么亲密的人的这个角色、这种身份，去跟人家好好的道个歉，忏悔一下，不以挽回这段恋情为目的，而是真心的去忏悔一下，也是可以的，不用非得等到人家分手。我可能觉得这样对你的帮助，对他，对你们2个这种心情啊，对你们以后个人成长都更有好处。我觉得更有好处。如果你是以挽回他，就是要谈恋爱为目的，然后就等待，然后再去道歉，再去把那些早就该说清楚的误会，再等到那个时候再去说清楚，那事情就又复杂了。还不如现在简单一点，说，祝福你啊，你现在找到新的人了，恭喜恭喜！我确实那个时候做的不太好，我后来又反思了，我应该是哪里不太好，我希望大家都彼此祝福吧，什么的，是吧？大概好好忏悔一下。对你的心情，对你的心理健康，对你的个人成长，对他的心理健康，他的个人成长都比较好，不用非得等，好吗？但你好，我和女朋友相处4年，现在是前女友了，突然被他一封长信分手，我既惊讶又不惊讶。惊讶的是，分手前我们没有任何争吵，甚至前不久还在他家一起吃了顿螃蟹。不惊讶的是，我知道他对我越来越淡了。我知道分手只是早晚的事儿，但我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。我不想和他谈这件事儿，我怕一旦戳破立马分手。在信中他的大致意思是我逃避问题，幼稚，无法提供情绪价值，这些我都承认。分手后我才意识到，潜意识里我一直都以学生的自我认知去谈恋爱。我潜意识觉得他的父母出现的地方我是不该出现的，我也没有和他讨论我们的未来。可是实际上我一直在计划着。我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很好，所以今年一直在跳槽。直到今年9月份，我找到一份稳定且相对收入比较好的工作，我在心想着工作步入正轨了，就可以准备结婚了。没想到10月分手。我们俩原生家庭都不太好，他的家庭每天鸡飞狗跳，他的父母从小离异。别分析了，这一顿又分手了，分析了半天各种心理问题了。刚分手那阵子，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很好的女生，我也报复性的加了，聊了一阵子。慢慢的我发现我已经没有追求女生的那股劲儿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我就是觉得不如自己带。现在我买了一台钢琴，想要圆小时候的钢琴梦，开始读书，开始和朋友打游戏，计划买房买车，我想充实自己的生活。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要新生了，可是一旦静下来，我就止不住的想他，回忆我们的点点滴滴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今年29岁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会不会再谈恋爱，然后结婚，甚至有个幸福的家庭。我觉得我的心力耗尽了，蛋总能不能给点建议？首先呢，要不就别读这些心理学的书了，这读的半拉科技的。你要是对这玩意儿真的信任呢，你就找个心理医生问问，哥们儿，你要是真的信任这个心理学的东西，你找一个心理咨询师问一下，别自学了啊，别自己在那分析了，咋回事？这咋回事？那咋回事？你真找个咨询师咨询，找一个不行，多找几个，多试一试啊。这个有经验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啥意思。这咨询师也不是说一找就能合拍的，多找几个试一试啊。然后呢，不要回避恋情，无论是跟新的人还是你喜欢的这个人，你自己封闭了，你还有啥用？可以，我推荐你这么想这么多的人，心思这么硬，你真的可以找个那个咨询师去真的正经咨询一下，应该是有帮助的。心理咨询师哪里找？当地的精神科医院啊，好吧。个人推荐是先找3甲医院啊，个人推荐。
你试的多一点之后，你可以凭感觉那什么，是吧？精神科不做心理咨询，你可以问他呀。当地的三甲医院、当地精神科，你先去，你可以问他呀。有的时候你去了，就整个这个过程，我实话说啊，就整个这个过程，就是你愿意自救了，你觉得你有心理问题，愿意自救了，去排号、拿号、排队、问诊，面对一个陌生人描述自己的症状，很多人这几步做完就好了。所以我建议你先去试一下。这几步做完之后，就发现大夫说不用开药，然后你也觉得好像确实不用开药啊，大夫我撤了。这几步走完，你差不多就好了。为啥我让你先去三甲医院呢？为啥先去精神科呢？乖乖挂号去啊！你有这个自救的心，你试一下，可能就好了。睡个好觉，可能也就好了。真的，你有这种自救的心，你去感受一下。